电钻小黄金万两，大家好，我是安州工小米。今天晚上收工已经很晚了，但是这边有一个急活，客户家说是2个智能马桶全部都出了故障，商家把配件已经补发回来了，然后就是过来帮他换一下配件。更换这2个配件一共是150块钱，网上下的单子。该说不说，这个客户家这个光修马桶我来过已经好几次了。最起码这是第4次，每次换的配件几乎都是一样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他家这个水质啊，装了一个前置过滤器，感觉那个特别细的泥沙是过滤不掉的，然后老在马桶这个电磁阀上出问题。因为这个小区在前一段时间呢，管路可能破裂了，然后管子修好以后，他们这栋楼的水质都特别的差，里面都有泥沙。因为他是12楼，他家7楼的那个马桶，前几天刚刚也换过一个配件，然后他家这2个马桶是1天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商家补发配件，我过来就帮他换一下。其实像这个电磁阀的话，我们拆开了做一个清洗，装回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用。既然商家补发过来了，那直接换新的吧，这个比较快。像拆这个东西其实也特别的简单，把机盖打开以后，找到这个电磁阀，几个固定螺丝拆掉，然后它这个所有的连接线呢，其实都是一一对应的。如果你是插错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插错的话是那个接头完全接不上。我们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拆它里面的配件的时候，要注意它其他的一些小的线路，不要被夹住呀，或者是拉断呀，这些小的细节。然后这个角阀的那个过滤网我也拆了，帮它清洗了一遍。现在这个马桶的配件已经换好了，连接好水管进行一个测试，如果正常的话，这个就没问题了。现在我们一一测试一些它的功能。首先它这个灯是正常的，然后我们通水以后测一下它的冲水，还有它的清洗，还有它的加热功能。现在我们按冲水键，这个水哗的一下就出来了。刚刚过来的时候我打开看一下，一按冲水几乎就是没有水流，一点那个压力都没有。我们测试其他功能的时候呢，就是用胳膊或者用手压着它那个座圈上面的那个皮质感应位置，然后就可以正常的操作了。它的清洗功能也正常了，没有问题了。现在我们看一下客户家这个过滤器，装了过滤器反而特别细的一些泥沙是过滤不掉的，然后进入了马桶，导致马桶出现了问题。业主直接在厨房拿了一个大盘子，然后从这个进户过滤器进行一下放水，看看它这个水质啊，从过滤器里面都完全可以看到它这个泥沙，现在排出来。不过这一些还算是颗粒性比较大的，可以过滤掉的，一些过滤不掉的，然后就进入了它的马桶自来水，有可能我们吃饭的时候都携带了泥沙，直接都吃了。OK， 这是啥的？看一下这个盘子放出来的，全部都是一些比较细的细沙，是吧？细沙。这个过滤器装的意义都不大了，应该装一个 PP 棉吧。PP 棉过滤的话，应该比这个效果都好。现在我们到它的主位的话，把这个主位的马桶盖拆开了，拆开以后还是一样的配件，把那个电磁阀给它也换掉。客户也感觉到诧异，我的2个马桶怎么双双报废，还是在同一天，让我们拥有2个卫生间的人上厕所都这么困扰。又是老客户，又是这么棘手的问题，客户打电话一说了他的诉求，我也只能加个班来给他干。在更换的过程中，业主一直在这看，然后他要学一下，说以后不保修的时候，这个电磁阀可能要自己换了，因为
换的频率太高，这以后不知道要花多少钱了。然后我就把一些细节性的东西也告知了客户，还有就是最关键的，他是不知道这个马桶盖怎么拆起来的。我告诉他后边是有2个按键的，这个按键一按，这个马桶盖就拔起来了。好了，现在换好了，换好我们给它通水通电测试，立马见效啊！真琐碎。客户之前说这个主卫的卫生间有一点功能性紊乱，说这个只要一坐上去它就会自动吹风。但是换完这个配件以后，我做了一个测试，所有的功能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下就恶毒，这是乐事。业主说这马桶看到你来了，是不是自己就治愈了呢？我说也许吧。现在我们测试它的所有功能，一切正常，这个就可以收工了。给客户也解决了这个人有3急这也是其中1急啊。所以说也算帮了一个大忙吧，他也非常高兴。业主说让我给他推荐一个过滤器，他想换掉那个过滤器，我也不知道应该给他装个什么样的。大家觉得像他这种屋子应该装个什么样的过滤器才能以后正常的使用马桶，可以把泥沙过滤掉呢？知道的大哥评论区留言，小米在此非常感谢。好了，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拜拜。